阿波罗登月到底是真是假？在那个连 BB 机都没有的年代，他们已经登上月球，而且进行了全球直播。你敢信？整个阿波罗计划前后送了12个人上月球，带回382公斤月盐，拍了3.5万张高清照片，录了1.1万小时的影像。更关键的是，这些资料任何人都能查看。月球勘测轨道器在2009年就拍到了登月遗址的清晰影像，能看到着陆器的残骸、宇航员的脚印，甚至月球车留下的车辙。这些痕迹在没有风的月球上能保存上百万年。大家质疑点之一就是月球上没有空气，旗帜怎么会飘？这肯定是在地球棚拍的。咱们先看看这面旗的设计 ，NASA 为了让旗帜能展开，特意做了根伸缩横杆，把旗帜横向撑开，不然在月球重力下，旗帜只会软塌塌的垂着，根本拍不出迎风招展的效果。而所谓的飘动，其实是惯性在起作用。宇航员插旗帜的时候，会用力把旗杆插进月壤，这个动作会带动旗帜晃动。而月球上没有空气阻力，就像你在真空中甩一下毛巾，没有风也没有摩擦力阻止它摆动，它自然会持续晃动一段时间，直到旗杆和布料的摩擦力让它停下来。流言终结者就做过实验，在真空舱里，旗帜展开后晃动的样子和阿波罗视频里的一模一样。反而如果有空气，旗帜会很快被阻力稳住。所以旗帜飘动不仅不是骗局，反而证明了月球是真空环境。第二个质疑点就是月球天空是黑的，怎么可能看不到星星？分明是棚拍忘了画星星。这一点如果你玩过摄影就知道，这是个典型的曝光问题。简单说，相机和人眼一样，不能同时兼顾强光和弱光。月球表面被太阳照得极亮，月壤的反射率堪比雪地。咱们在地球上拍月亮，想拍出月面细节，就得用强光模式，这时天空就会变黑，星星自然拍不进来。如果想拍星星，就得用长曝光，但这样月面会被拍得一片惨白，啥细节都没了。宇航员在月球上的时候，白天的亮度比地球正午还强，相机必须调小光圈，加快快门速度。这时星星的微弱光线根本达不到相机的曝光要求，自然就拍不出来。咱们自己在地球也能验证，你用手机拍月亮，能同时拍出月面细节和星星吗？肯定不行。这和登月照片是一个道理。而且宇航员亲口说过，在月球上的夜晚能看到漫天繁星，比地球清晰多了。你可能看过阿波罗17号登月舱起飞的视频，上升段离开着陆器时，没有熊熊烈火，只有一点彩虹状的烟雾。有人就会说，这肯定是 NASA 忘了加特效了。其实答案就藏在燃料和月球环境里。登月舱用的是自然推进剂，简单说就是2种液体碰到一起就会燃烧，不用点火。而且这种燃料燃烧后，产物主要是水蒸气和氮气，在真空中不会产生明亮的火焰。咱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火箭火焰是燃料和空气中的氧气二次燃烧产生的，月球上没有氧气，自然没有明亮的橙黄色火焰。再加上月球上是白天，太阳的亮度远超燃料燃烧的微光，就算有一点微弱的发光，也会被阳光盖过去。你可以想想，在正午的太阳下，你点燃一根蜡烛，能看到火焰吗？很难。登月舱的透明火焰就是这个道理。更牛的是，这个发动机是一次性的，从来没在地球测试过。第一次点火就是在月球上，因为一旦点火，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就会失效，只能用一次。能把这种孤注一掷的发动机做到100%成功， NASA 的工程能力简直绝了。还有人质疑宇航员跳着走的样子明显是掉了威亚，放慢了镜头。但如果你懂一点物理，就知道这才是低重力环境的真实表现。月球重力只有地球的1/6，也就是说，一个60公斤的宇航员在月球上只重10公斤。但人的质量没变，惯性还在，就像你在冰面上走路，稍微用力就会滑出去，月球上没有摩擦力，走路更难控制。宇航员一开始也想正常走，但发现稍微往前倾就会因为惯性把脚甩出去，容易摔倒。后来他们才摸索出兔子跳的方式，双脚同时发力，保持重心在身体下方，这样既稳又省劲儿。有人说把视频加速2倍就是地球走路的样子，你可以去试试。加速后宇航员的动作会变得很僵硬，根本不像正常人走路。而且科学家用软件分析过宇航员跳跃的轨迹，计算出的重力加速度正好是月球的每秒 1.62 米，和理论完全吻合。这可不是放慢镜头能伪造的。咱们再聊聊最实在的，火箭能不能真的飞到月球？土星5号火箭是人类史上最强火箭，咱们简单算笔账，要把登月舱和宇航员送到月球，需要的速度增量大约是11公里每秒。
土星5号的3级火箭，第一级提供 3.1 公里每秒的速度，第二级 4.8 公里每秒，第三级 3.2 公里每秒，加起来刚好够，而且还有富裕，用来应对轨道修正。登月舱的上升段携带 2.3 吨燃料，足够产生 2.7 公里每秒的速度增量，而从月球表面飞到月球轨道只需要 1.7 公里每秒，余量充足，完全够和指令舱对接。这些数据可不是 NASA 瞎编的，任何懂火箭方程的工程师都能算出来。而且土星5号的设计图纸至今还在，虽然有些生产工艺已经淘汰，但原理没变，就像老款汽车的图纸，虽然现在不生产了，但你不能说它当年开不动。看完这些，现在你还相信登月是骗局吗？其实那些看似穿帮的细节，都是科学规律在月球环境下的特殊表现。阿波罗计划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冒险之一，40万人参与，用算力不如现在计算器的电脑，完成了跨越38万公里的星际旅行。那些带回的月岩、拍下的照片、积累的技术，不仅证明了人类可以走出地球，还推动了计算机、材料科学、生命保障等无数领域的进步。咱们现在用的很多技术都能追溯到阿波罗计划。阴谋论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它简单刺激，但科学的真相往往更复杂，也更迷人。下次再有人跟你说登月是假的，你就可以把这些真相讲给他听。毕竟人类探索宇宙的勇气和智慧才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东西。